你知道饲养池里面的黄鳝密度有多夸张吗？当渔民挖开鱼池的表面时，众多埋藏在淤泥底下的黄鳝瞬间倾巢而出。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长方形养鱼池里，渔民使用的是一种密度极高的养殖方式，一共饲养了上千条的黄鳝。这种人工饲养出来的黄鳝，肉质不但肥美，而且在市场上还能卖出非常好的价钱。一次收获便能让渔民从此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疯狂的越南渔民高密度养殖黄鳝的过程。在稻田的中央一共放置了10座养殖黄鳝的长方形鱼池，并且经过了6个月的饲养，今天已经可以正式上市销售。老板一早便带着工人来到黄鳝养殖基地，准备收获这里的黄鳝。此时在等到把鱼池里面的水彻底放干之后，便开始着手清理掉覆盖在鱼池里面的水草。不要小看这些密集的水草，它能够为黄鳝提供良好的饲养环境，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仍然能够让里面保持在清凉的状态。随着工人将厚实的水草缓慢地扒开，里面一层黑色泥土便马上呈现在眼前。6名工人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便把水草清理得干干净净。由于没有了水草的遮盖，部分黄鳝开始恐慌地到处乱窜，而为了方便捕捉到里面上千条的黄鳝，工人还需要将淤泥里面的木棍清理出来。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黄鳝正隐藏在木棍的下面。这时失去了木棍的保护，它们唯有在淤泥中蠕动身体，不断地寻找其他地方躲藏。在饲养黄鳝的过程中，工人每隔2到3天左右就要进行喂食一次，而喂食的时间一般都会在早上，主要以蚯蚓、蝌蚪、鱼虾和摇纹幼虫等为主食，有时还会提供人工配置的饲料。在清理掉所有木棍之后，大量的黄鳝只能在乌黑的淤泥中裸奔。此时工人便开始徒手对它们进行捕捉。在只有不到10厘米深的淤泥里，坚硬的鱼池底部已经限制了它们的活动范围，成群的黄鳝根本就逃不出人类的五指山，唯有乖乖的束手就擒。在收集黄鳝的过程中，有人负责捕捉，还有人负责对其进行清洗。此时一名工人正在将已经盛满黄鳝的塑料篮筐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再放入到池水中，再做进一步的清洗。这便是清洗过后的肥美黄鳝。紧接着还要倒入到早已经准备好的过滤池当中。这时可以发现，它们的体型基本上都是不相上下，没有1斤也会有个500克。而这个时期的黄鳝是最适合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的。黄鳝也叫做鳝鱼，是一种生活在底层的鱼类，喜欢栖息在河道、湖泊、沟渠以及稻田里，而且是一种性情非常凶猛的肉食性动物，擅长捕捉各种小动物为食。它的体型长度可以达到70厘米，并且体重能够去到3斤以上。此时原本泥土状的鱼池底部，在经过工人的一番摸索过后，就已经变成了湖状，而还没有摸索到的地方全都挤满了黄鳝，在等待着工人捕捉入笼。为了快速将黄鳝转移到阴凉处，老板娘也在帮忙冲洗满身淤泥的黄鳝。看着今天的大丰收，把老板娘也给乐开了花。这样的体型和重量深受市场的欢迎，所以每一次收获都能够为她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来到最后，工人为了清空鱼池，干脆直接坐在淤泥里进行捕捉，而其他工人也继续在里面进一步扫荡漏网之鱼，好让接下来饲养的黄鳝幼苗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经过2个小时的捕捉，才最终将上千条黄鳝清理干净。此时另一个饲养池里的黄鳝也是今天进行收割的对象。同样的方法，先将鱼池内的水草拔掉，然后再把适合黄鳝藏身的木棍打捞上来。要想饲养出高品质的黄鳝，不但需要提供给它们良好的生存环境，并且还需要投喂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饲料。而这里的渔民非常了解黄鳝的习性，轻松便能解决它们的吃住问题。即使在密度极高的环境下饲养，也不会影响到黄鳝的正常发育，既提高了产量，而且还能降低饲养的成本。而集中起来饲养的黄鳝在进行捕捉时也会变得更加的简单高效。同时，这种高度腐败的淤泥也是鳝鱼最喜欢钻的，捆扎好的木棍也给它们提供了藏匿的地方。在将所有的木棍扒开之后，成群黄鳝瞬间暴露无遗。看着如此密集的黄鳝，瞬间让人头皮发麻。如果患有密集恐惧症的，请自行跳过这段内容。由于太过于密集，只要工人稍微挪动双脚，就会踩在他们的身上。此时6个人一字排开，一同摸索着淤泥，将黄鳝直接抓到篮筐里。一会儿功夫就能收集到几十斤重的渔获。沉重的箩筐让工人只能用肩膀扛着走，乌黑的泥水还流了他一身。在将黄鳝清洗过后，便直接倒入到收集池中。满满的一池黄鳝估计得有2000条以上。此时工人还得继续往里面进行灌水，是为了将黄鳝彻底的清洗干净。没有了乌黑的淤泥附身，想要徒手抓起它们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而在称重之前，收购商还要对黄鳝的大小进行分类，用手随便一抓就知道它们有几斤几两。
太小的会送回到鱼池中重新饲养。每收集1箩筐，还会对其进行称重，一筐最少也得有25公斤以上。老板娘还会在一旁记录下每一筐的重量，随后将已经称重的黄鳝倒入到蛇皮袋中暂时存放，同时也是为了便于运输。那么大家觉得高密度饲养出来的黄鳝能够卖多少钱一斤呢？